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严卫慈议员、黄伟汉先生、翁小玲委员、陈婉慧委员、陈凤金小姐。好，那本来了哦，川普说停火2个礼拜，他昨天又讲说再延1天，他没有讲1天，他说礼拜3停火，其实应该礼拜2就到期了哦。我不知道他是故意这样多延1天，还是脑筋糊涂，也记不得哈。好，那么伊朗领袖必须要点头哦，否则现在伊朗到底派谁去还不确定哦。但是昨天早上的时候说美国副总统不去，现在又说副总统也去了啊。那另外呢，川普就讲了，如果说23号没有达成协议，不可能再延长停火了。记者问他还有可能吗？他说非常不可能哦。那另外呢，川普说我是没有压力的，没乱扯，当然有压力嘛。他说只有我们达成协议才会解封伊朗的港口哦。那另外川普说呢，如果美伊谈判取得突破，愿意跟伊朗领导人会面。问题伊朗领导人现在从3月到现在没出面过，就不知道在哪里啊？有人说他脸毁了，有人说他腿毁了哈。那另外呢，议长还生气，骂川普说呢，你想把谈判桌变成投降桌，你要这样跟我们谈判？谈判就是叫我们投降，就这个意思。要不然就是借着谈判再打我们啊，说谈判的不满意了再打，所以连议长都跑出来生气啊。那为什么谈判本来以为快成了又翻车了？美国官员自己说，是因为川普在社群上乱爆料。还没有达成，还这事情说我们已经谈好了，还没有达成的事已经谈好了，所以伊朗就很气嘛。我们还没有答应，就是你谈好了，好吧，你自己去谈吧。哦，那另外呢，伊朗坚称他的最高领袖健康良好，哦，但是都没出面了。哦，那分析说伊朗权力被强硬派接管，温和派被边缘化了。哈、哦，那另外呢，这个反正一定讲，只要2分冲突，一定是那个任何一个团体里面那个强硬的一定占上风，要谈和的要温和的，一定被人家被扫到边缘去了哈。每个这个团体，每个国家，甚至黑道的帮派都是这样。所以你永远记得教父快死的时候跟他儿子讲的，那个电影《教父》，你记得吗？说如果将来谁叫你去和谈，他就是叛徒。黑帮都是这样子。好，那因为现在这个革命卫队的总司令叫瓦西迪，现在掌权了。所以现在革命卫队主导伊朗的角色，说本来那个荷姆兹海峡要开放了保一条安曼航线呢，但是卫队说不行，又封闭了啊。那所以呢，现在谈判路线转强硬啊。那另外呢，这个美军不是登陆了伊朗的货轮吗？现在把这个照片都抛出来了，他把那个轮机舱炸出一个洞，所以没有动力了，船就不能走了。我们看一下。总理拿着鲜花不发一语，数十名美国退伍军人集结国会大厦，呼吁停止对伊朗的战争。当中一度有抗议者遭到上铐带走，这些人主要担心美国又会卷入没完没了的战火中。From Iraq, from Afghanistan, a war that's 1 month, that becomes 6 months, that becomes 6 years, that becomes a decade. 不过，川普还是态度强硬，一边炮打批评他的美国媒体，一边强调协议达成前都会持续封锁。目前外界把希望放在美伊谈判上，但美国代表之一副总统范斯却传出还没出发。到底美伊第2轮谈判谈不谈得成？外界到现在还是不飒飒。And Iran's top negotiator just threatened Trump, saying that Iran has used this ceasefire time to prepare new attacks. 除了有伊朗谈判代表痛批美国想把谈判桌变成投降桌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也声称没有下一轮的谈判计划。唯一的是，斡旋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还是安排与伊朗大使见面，原定举行的会场也在准备中。专家分析，伊朗讯息乱糟糟，部分是为了大内宣。最新数据显示，19到20号2天，仅有3艘船经过荷姆兹海峡。到底海上运输问题何时能解，就看美伊代表能否顺利重回谈判桌。老沈，你觉得这停火能不能谈成？马上要谈了。你要什么叫成嘛？就是停止不打了嘛。我跟你讲，本来开放荷姆兹海峡，本来谁跟谁谈都有问题的。本来万斯不去的，因为刚回来又去哈，又不像我们的郑丽君，就没有，就脸上没有光彩嘛。但是伊朗有暗示说你不是万斯来，我就跟你连谈都不谈，层次不够嘛，对啊。所以现在万斯又变成要来了，所以这伊朗要重新考虑。但是你晓得川普心里有多急吗？他昨天放话了，他说我要跟伊朗最高领导人谈，只要你开出条件，我立刻动身。为什么他这么急？
我们都在讲，川普怕2件事情，一个是通膨，通膨是一定会来，而且要维持多久不晓得，多糟糕不晓得。第二点，他害怕的是其中选举。我们都讲这个下院是已经没有遗物，是已经他失去多数。众院，主要是参院了哈，这个参院要5席翻盘。我告诉大家，我今天就在这里告诉全国军人同胞，已经有4席是笃定翻盘。这哪4席呢？你就这样记就好了，就是美国的东北角、西北角，西北角阿拉斯加翻盘，东北角美因州翻盘。中间有2个州，一个是 Ohio 有一个参议员已经连任3届，上一届3% 输掉了，那是我们的好朋友。他从做国会助理我就认识他，所以呢，他现在卷土重来，领先了 ，Ohio 领先了，Iowa 也领先了，所以民主党领先了，对，民主党领先，所以他有这2个州已经领先，东北角、西北角。中央、中部这些有2个州 ，Texas、Puerto Rico 一定当选，所以已经有5州要翻盘了。所以就算现在弹劾完成对川普来讲已经来不及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波斯湾之战是人类有史以来这种不对称到这种程度，而弱势的一方竟然还可以撑7个半礼拜。然后你看他们多不对称，你看看，这个川普是要毁灭他，那伊朗没办法，他能毁灭美国吗？他只能拖垮川普。你猜最后会哪个赢？是毁灭他的赢呢，还是拖垮他的赢？我保证拖垮他的赢。你看这个川普用的要毁人家的文明，推翻人家的政权，夺取人家的农作物，打垮海空军，炸毁桥梁，炸毁电厂。然后冻结海外资产，这个都有没有做到？我跟你讲，做到了也没有用，做到了没有达到毁灭人家国家的目的了。伊朗冻结海外资产是做到了啦，没有冻结对，1000多亿被他冻结了。我的意思说你做到了也没有用了，这个每一个他都做到了，毁人家的海空军也做到，没效。问题是没效，所以我们稍微等一下，稍安勿躁哈。所以现在不管怎么谈就是谈我画红字的，就是海峡。这个海峡变成什么呢？变成你关我也关，你开我更照样关。最后的目的就是说2个都要开，一定非开不可。但是关键是什么？怎么个开法？你要开到什么程度？还有谁人可以过，谁人不能过？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过？还有呢，你能不能收钱？这个收钱是有一点匪夷所思。但是川普这个委员说，如果我容许你可以收钱的话，我要跟你分我要跟你分，这个也是想不通的事情。所以呢，我觉得最后这2条，这个海峡如果讲得通，勉勉强强可以暂时停火。但是我觉得对川普来讲，对川普这个个人威望的维系，对他政权的维系，我觉得恐怕都已经来不及了。我告诉你，现在伊朗已经食髓知味了。他现在封锁荷姆斯海峡，发觉比核弹力量还大，所以他就算暂时开放，他随时能翻脸不爽了，再回来给你封锁都有可能。我们看看他们到底怎么武力的攻击的。美军直升机飞到伊朗货船上方，接着出现几位海军陆战队士兵拉着绳索垂降到船只上。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这段影像，显示美军从2栖攻击舰蒂黎波里号出发，穿越阿拉伯海，登上并扣押这艘悬挂伊朗国旗的货船图斯卡号。ما از جنگ نمی‌ترسیم، یعنی حتی اگر یک حمله که هیچ حمله‌های مداومی به کشورمون بشه، قطعاً پرصلابت‌تر با اقتدار بیشتری پیش میریم。而伊朗首都德黑兰则有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呼吁当局不要让美国骗了。来，凤金。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双方上谈判桌这件事情，我觉得几率非常非常的高。那么当然，因为今天最新的消息，穆吉塔巴也就是伊朗现在最高精神领袖，他已经表明了愿意回到谈判桌，所以我觉得伊朗这边得到了穆吉塔巴的授权，革命卫队这边就不会有其他的声音啊。所以呢，回谈判桌我觉得几率很高，延长停火的几率也很高。虽然川普说他绝对不延长停火，但是我们都很清楚，川普其实在面对压力的时候，最后他口的机会非常的高。
我不觉得他现在还想打一个地面战。自从 F-15E 被伊朗击中，然后呢有飞行员调到了伊朗的境内之后，我认为川普他就不太敢去打地面战，所以他会兵沉整个伊朗的外海。可是我觉得地面战的几率非常的低。那不要地面战，然后你的轰炸又不可能成功，而且你会浪费很多的资源。这种情况之下，只能够延长停火，但是达成协议的几率非常低。现在的观察点呢，其实重点还是放在说会不会出现擦枪走火。那为什么说协议达成的几率很低？都已经上谈判桌了，而且现在看起来最后期限就在眼前了，为什么不愿意达成协议？其实道理非常简单，两边都觉得自己是 winner。两边都觉得自己赢了，既然两边自己都赢了，那当然不能够有任何的让步。那 Vance 他其实就是川普被迫因为伊朗要求，所以推出来的一个谈判代表，看起来好像层次非常的高，但实际上他没有任何的授权。而且现在川普呢有一个极大的麻烦，他有眼前选举的压力。其实按照现在美国的赌盘呢，认为民主党横扫这个参议院跟众议院的几率已经上升到52%，认为呢这个共和党还可以保持一个院的只剩下35%。好，当然也有14%，就是这个共和党非常坚定的支持者认为他们还是可以两院通杀。可是呢，现在认为民主党可以通杀的，两边通吃的已经上升到52%，他确实有很大的压力。但川普听不得批评。其实大家观察过去这几个礼拜，川普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哦，就是呢，他其实偶尔想要放宽。比如说赫姆兹海峡，他就是说，哎呀，赫姆兹海峡跟我们无关啦，然后你们自己去通行啦，你们自己去打通啦。他讲完之后，隔大概不到72小时，他就立刻改口，说赫姆兹海峡是我们的，我们要去管。好，那这就是因为外界有了批评之后，他经不起这个批评。同样的浓缩铀，其实他是熟悉浓缩铀议题的，因为2015年奥巴马达成了核协议的时候，有处理浓缩铀的议题。那个时候，其实我有看那个时候的影片，川普那个时候就到处巡回痛批奥巴马，说他什么丧权辱国啦，说他谈了一个很糟的协议啊，他如果当选的话，他一定要废掉这个协议，所以他一当选就真的废掉了这个协议。那我认为这件事情，川普其实是熟悉的，所以。那么，川普在浓缩铀的议题上面，之前说20年，他现在又说没有什么20年这件事情，我要永久。所以，只要外界稍微批评一点，川普不愿意服输的情况之下，他把自己立场踩得很硬很硬。我觉得伊朗曾经试过要温和，所以他的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说：“好，那我们的赫姆兹海峡愿意开，其实他的开还是有条件的，你的阿曼海域的部分不准通行。”要通行到经过我伊朗的这个北海航道，那这几个礼拜我都跟他讲，这个北航道很狭窄，可是伊朗能够控管，能够收钱。可是，即便这样子也通行了大概20-30艘的船只，其实不错的。可是，当美国还是要坚持说我要封锁伊朗的港口，伊朗这边就变强硬。从这一刻开始，伊朗的强硬派接手，你看阿拉格齐几乎没有话了。他就没有再有什么比较重要的话贴文啊、推文啊都没有了。所以，当伊朗也是强硬派接手，而川普经不起任何一丁点的批评，他的眼前只有3公尺，3公尺内他看不到批评，他就不会去想到这个年底的时候的国会选举。所以我其实对于达成协议，我还是说我很悲观。那么。回谈判桌的几率高，然后呢，延长停火的几率高，但达成的协议几率很低。不，基本上哦，川普有讲嘛，他说我们这次谈哦，再怎么样啊，也不会比当时奥巴马谈的差，那不是讲废话吗？那如果说你不会比他谈的差，那你干嘛打这一仗呢？打了个半天，你最多搞得跟他一样，当时把他批评得一塌糊涂哦，所以啊，这个川普真的是哦变来变去。不过我刚刚突然想起来，那个乌克兰的总统蛮惨的。现在还是谁记得他？泽伦斯基名字都快忘了，现在只记得那个伊朗的那个总统。伊朗总统也有一个什么斯基哦，什么泽斯基，裴泽安斯基，裴泽安基安，反正那个裴泽斯基安，现在还记得他，忘了伊朗总放了我这个乌克兰总统哦，所以你就知道，任何一个要打仗，或是想要被打，或是预备备战，现在衡量自己的实力到底有多少？你靠别人是不行的，靠别人可以靠一时，你不可能永远的。对美国，你说美国没有帮助乌克兰，美国也帮了，
过去4年不能说他没有帮，要出钱出力啊，很多武器都去了，但他一直帮你是不可能的嘛。休息一下再回来。最近台湾海峡很热门哦，之前那个日本那个雷经过，那现在呢辽宁舰也经过台海哦，那就是说24个共机8个共舰出海哦，把它拍下来给你们看，辽宁舰出海了哦，经过台湾海峡了。那另外呢，这是在美国跟非洲在联合军演，这时候辽宁舰通过台海哦，所以顾立雄说我们会持续关注啊。那另外呢，美菲联合军演登场。日本第一次重兵集结参加，日本也参加了啊。那所以我们看了啊，这个三个国家都在里面啊。那另外呢，这个参赛人数还不少哈，有美日菲有17000个人，很多17000个人集结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呢，这个展示兵力啊，那当然也是剑指大陆了哈。那另外呢，共机说在我们台湾的东部演习啊，把这变成一个演习的空域，所以我们就这个驱离他，还呢被他骂 shut up 啊，他现在还讲英文 shut up 啊，不要吵了啊，不要讲话了啊。另外呢，国防部公布了公开版的1.25兆军购项目，说要为采购近30万架无人机啊，这是我们将来被采购现在发觉无人机很好用了啊。那另外呢，这个有机密的部分就把它涂黑啊，有什么精准火炮啦，远程打击飞弹啦，无人载具啦，反制系统啦，等等等等，我们看一下。川习会前夕，共军辽宁号20号被国防部揭露穿越台海，甲板上搭载8架歼15、3架直升机，被解读这动作是冲着这场演习。这天也是美菲年度最大规模肩并肩联合演习登场的日子。今年兵力共1.7万，集结菲律宾巴丹群岛。Regardless of the challenges elsewhere in the world, the United States focus on the Indo-Pacific and our ironclad commitment to the Philippines remains unwavering. 今年有7国参加演习，除了美菲，还有澳、加、法、纽西兰，而日本是首次参与。原来护卫舰雷号17号穿越台海，此行的目的正是要来参加这场军演。菲律宾民众在会场外头抗议，抗议者举着布条要求撤出美军和飞弹，并焚烧美国总统川普的肖像，抗议美方让菲律宾卷入战争。We remain guided by a shared commitment to uphold international law, to respect sovereignty, and to contribute to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where nations can thrive without coercion. 各方军事角力之下，让印太局势处于升温。其实这个共军这个飞机还有他们航空母舰环绕台湾啊，这其实也不是一件什么新鲜事啊。那么这次当然就是在这个郑丽文主席回来之后，那么现在又算是比较大规模的，有24艘的。这个共机还有加起来大概8艘的这个共舰然后环台啊，那么当然现在顾立雄他也只能讲说，我们会持续的关注。那过去这么多年以来，他们不是我们也都是持续的关注，但是现在也无能为力，也不能够去做什么更有效或者更强硬的一个反制的措施，所以刚刚这个赵大哥还在讲到那个就现在连共军都还可以呛我们说 shut up，所以由此可见，就是我觉得我们其实国防部在应对就是这个大陆的他们的共军这个环台等等的这些事情，他们没有一个更有效、更积极的一个作为。那看起来呢，也就是只是持续的看看呐，然后这个看看他们会有怎么样的动作。那实际上是这个并不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方式。那反过来就是说，倒是不断的就是希望我们台湾要多买美国的这个军购花1.25兆去买美国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军购。那当然我们现在立法院紧接
接的接下来就会要去审这1.25兆的军购。那目前有比较多的不同的版本，可是国防部今天到立法院做报告，那其实对于这个军购到底要买哪些项目，其实这是蛮重要的。更何况他们已经都开机密会议哦，在机密会议的里面，他的专报还可以很多的项目都涂黑。这就让我想起来，好像之前也是我们当时要求这个之前立法院要求好像劳动部还是哪个单位要来报告有关于鸡蛋的弊案，也是很多的资料全部涂黑哦。那你这样涂黑的话，你要叫立法委员怎么样去了解到底这个军购的项目是要买哪些东西啊？它的买的项目还有它的价格是否合理？这个部分其实国防部都应该要接受立法院的监督，而不是说是提供了一个完全就无字天书，全部涂黑了嘛？大家看什么呢？那要怎么样去监督？那么如果说他要强调这1.25兆的军购费用是合理的话，就更应该要大大方方的把他要买哪些东西，而且它的必要性以及它的价格的合理性，全部都要公开揭露，要讲得清清楚楚的。那么眼前就是连召开机密会议都是所有的资料都是这个遮蔽起来，不让人家看。那么这是让大家会怀疑说，那到底这1.25兆的预算是不是有这个必要？王慧，我觉得顾立雄部长今天讲的，他是说他们都有透过联合勤监来做相关的一个掌握了哈。那我想这个是针对这个目前这个中国大陆，它对于这个辽宁舰的一个出动哦，对于这种不定期、不预期的这种灰色地带的这个行动，我想国防部本来就应该要有一定的这个方式来做相关的一个情搜哦。但是要回来讲，就是说我们前一个部分在谈美伊的战争打到现在已经51天，到底要不要上谈判桌哦？那谈到最后，到底会不会去终止这样子的一个战争哦？到这个有关日本的这个船过台湾海峡这件事情，我想各国在中美两大强权的这样子的一个竞合里面哦，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的一个军演，包含美国、日本、菲律宾还有其他的国家都一起来加入。那通过台湾海峡这件事情跟中国大陆这边，我觉得一个就是大家希望它这个海域到底要算是所谓的内海，还是所谓它是一个国际的一个航道，一定是在这件事情上面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航权领海的一个争议上面哦，希望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处理嘛哈。那日本其实也好像是第一次用这个船舰经过我们的这个台湾第4次了嘛哈，台湾海峡的部分哈，所以我觉得以目前的这个国际情势来看啊，刚刚翁委员特别提到，立法院里面正在审查所谓的军购的相关的一个费用。那我们当然就是不管是国民党、民众党，我们再三的强调，我们希望在这个国防韧性上面，我们都非常的支持。但是呢，我们非常希望执政党把我们当作是自家人，因为面对所有的所谓的外侮跟可能的就是说第一岛链的相关的一个安全的一个问题，我想我们台湾当然在这里面是扮演一个也蛮重要的一个角色，除了日本之外，那我们自己当我们的执政党对于我们在野永远用这种刚刚小林讲的，就是遮来遮去的方式。因为我印象中我在做立委的时候不止啦，什么反正是这个不管鸡蛋啊或者什么疫苗啊，能够遮的大家都遮一遮这样。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沟通哦，其实是没有办法真正达到就是国防韧性的啦。因为大家的这样对立的情势继续下去的话，我觉得在军购这件事情上面只会不断的僵持下去。我就很奇怪了，既然开秘密会议就是应该公开嘛，是。那你要否则不能讲的就不要在秘密会讲，秘密会议提供资料还把它画黑，这显然是对立委是相当不信任的、不尊重。那你开秘密会议什么意思呢？不是很奇怪吗？休息一下再回来。